尊敬的推友们，大家好，这是文贵5月11号的报平安视频。首先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让人感动、非常有意思非常让我很感动的这么一个故事。昨天到现在，看所有的朋友们发给我的信息我真的是眼睛看懵了，真的看不过来了。我要向推友们说，可能是最近不能每个人都回复了，我真的回复过来了，我眼睛都花了。然后呢，确实是我一直低着头，然后我的背部也痛实在是受不了。希望大家能理解，我尽可能的回不了，请大家原谅。那么大家尽量的用那个 Viber 给我发信息、发照片和发资料当然了，过去的 email 也是可以的。还有一个也可以发 WhatsApp。那么最近收到的各种信息当中呢，让我感动的信息就太多了。像昨天我收到了黑龙江的一个养老院，养老院的老人集体向我文贵问好，而且他们集体看文贵的视频。哎呀，这是不知道说什么好。其中一个老人跟我一个朋友还认识，因为我在哈尔滨待过，哈尔滨南岗区学府路，原来电影机械厂家属院，我在那待过，在那里有一段难忘的记忆但是我从看守所出来以后，到哈尔滨去，再有过一段难忘的记忆。哈尔滨是我非常爱的地方，我虽然出生在吉林，但我特别的爱哈尔滨。那么老人院里边你们发的这些视频和我的问候我都收到了，文贵叫终生保存。我能回国的时候我希望一定去看望你们，我希望你们身体健康，千千万万的记住要快乐要开心。能活到老年是不容易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老年的，能活到您这些岁数的，在中国不超过40%的人，所以说老年是值得感恩值得享受的。那么同时呢，我也收到了来自于海南的，海南的这些在酒店工作的朋友，曾经还有我的酒店工作过的员工，河南的这些老乡们，你们集体的在看我的节目，还集体的给我问候，非常非常的感动。特别是用河南说那句话，一切都是刚刚开始一切都是刚刚开始，非常好，很亲切很亲切然后呢，再一个，在我的出生地吉林磐石，也有朋友呢，这么多人一起给我发的视频，用东北话，七哥呀，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哎呦，真是太亲切了。吉林、山东、河南、北京这都是我非常非常难忘的地方。那么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又看到一个视频，特别让我感动，是一个推友们。他的妻子住在了产院里面，准备等着生儿子。妻子一个漂亮的妻子，在医院的分娩床上就是昨天看着我的视频，让儿子分娩了。呢，我经过他本人的同意我可以让大家看一看。孩子叫铁蛋儿。孩子叫铁蛋儿，是太可爱了，太可爱了。看着文贵的视频，然后呢，你看这还是大肚子，这还没有分娩前。你看看所以呢，边看视频边诞生了他的儿子叫铁蛋儿。我给这位朋友说了这个孩子跟他郭大大这是叫郭大大了，跟他郭大大有缘分。我要定期知道这孩子的成长是否健康，然后你要照顾好你媳妇要疼好你媳妇，有什么需要的，文贵一定是全力以赴太有意思了。这几天收到了这么多的让人感动的这些视频和问候呢，我真的没办法一一而举了。虽然10几个小时我都在低着头滑手机上网看 iPad， 让感动感激责任是没办法言表的。
真的这个推特的世界里不仅有温暖，不仅有力量，它还有情谊，有真情，这是没办法形容的。那么昨天呢晚上，我本来是应很多推友的这个要求，说今天要继续延续昨天这个关于母亲、关于女性，还有这个母亲和女性在中国腐败当中受到的伤害，还有一个宗教人士，大家都很关心我对那些现在这个宗教存在的形式，大家都认为我说的是他们感同身受，就是现在到哪去就穿上和尚服，不是大街要钱的，就是在庙里敛钱的，而且基本上各种庙呢都成了医院了，既治精神上的毛病，还治生理上的毛病，而且所有的这个庙现在越来越豪华，而且捐款越来越多，现在成了社会上各种疑难杂症治病的地方了。所以大家呢都是希望我再继续讲讲这个。我本来也是今天准备就讲这3个问题，就是展开了讲我看到的人和事儿，包括了我看到一位出家的高德大德高僧，跟某位这个政治局委员领导，这个治的病就跟他夫人治到床上去了结果呢不但治到床上了，这位领导呢也心知肚明，我相信这位领导现在还在任呢，官还很大，然后呢就让他成了自己这个老婆的所谓的叫佛学的这个助理大师，还到哪都领着吃饭。这位是来自于西藏的这位僧人，这个这个我看到这个很惊讶。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宗教现在是确实出现了这个问题，人不怕没信仰，也不怕这个不懂宗教，就怕假信仰就怕假信仰，就怕假宗教害人。这个昨天呢，这个西藏的拉萨的一位官员的朋友携全家也给我录制一段视频，他特别的这个愿意听这个我昨天讲的关于这些宗教，他也谈了一些这个佛教，就是藏佛在西藏发展的一些见解，非常到位，非常有高度，非常接地气，而且真的是毕竟是西藏出生的人，而且家人都是在庙里待过，对这个所有的佛教的一些观点值得文贵学习向您表示感谢。但是您不要冒险，您发那个视频，您这个看法一旦被截住，那是很大的麻烦的。希望大家别冒险。我有西藏血统，未来我会展开了对西藏的佛教的看法，特别是西藏被这个非法的盗取的这个自然的矿，还有树木，特别是虫草都去哪儿了？这虫草都谁吃了？我会跟大家找时间和分享。西藏的问题绝不仅仅是所谓的这个分裂和独立那么简单，也不是这个Your Holiness 达赖喇嘛想要独立这么简单，根本不是。本质的问题还是利益。就是当时我去见这个 Holiness 回来以后，这个朱维群在那块发疯的时候，又骂人的时候，这个有一位领导跟我说，他说文贵，你有想过没有，你干的事情你是出于理想，你想为国家做事情，你想让中国人这个更多的理解这个宗教在一个社会中的意义，精神建设，包括能帮助西藏人民。说但是几百万人吃西藏的饭，吃了50多年了，你要这么搞了，不被打破了吗？他说你要让这个Your Holiness达赖喇嘛回到国内来当一个宗教界的领袖，那这很多宗教界人士吃谁的饭去咱们宗教局那还能在西藏弄虫草、弄矿资源吗？这个领导的话当时听了我不全认为是对的，后来逐渐发生的事情我明白，特别我接触深以后，核心的问题它是利益。虫草、矿山、水源，包括在西藏做的各种那种矿泉水什么的，这是多少个家族的利益每年都是几千亿、上万亿怎么有人愿意放弃呢？那如何让这些人继续垄断呢？那就以国家的名义把它定位为独立，或者你想回来不独立都不行，这个标签要给你带上。像那个朱维群骂的最多的人，他全家都跟西藏各种利益，包括前边的西藏的那个领导人，这几个我都太清楚了，家族在西藏的利益巨大，
包括在西藏的虫草，那我见得多了。西藏的领导到北京来送礼的时候，在那区弄来的虫草，那虫草都是什么呀？一麻袋一麻袋往北京带，那麻袋里边一袋就是一袋子2袋子，那一斤是多少钱呢？那都是50万80万最顶级的虫草啊。那么我在那区也有很多朋友，那么其中一个领导跟我说，那区大概有几千部路虎车，都是藏人搞虫草赚的钱。后来我问这位领导，我说如果说咱们的领导在这个那区和西藏搞虫草这几个家族，他能买多少路虎？他当时不吱声了。当时跟着一个纪委的一位领导在一起，纪委的领导就问他，你可以说，你说说。这领导说，他说哪一年代的人弄个10亿8亿的，一个人就弄10亿8亿，那多少人弄啊？所以说西藏的很多问题本质还是利益，那么打着国家的名义这个利益。那么同时呢，昨天也就是纽约晚上的时候，一位我的朋友啊，是北京市的市委的原来领导，这个通过了我们之间的一个很好的朋友，这个给我说，文贵千万不要讲到北京当时那几年关于房地产的一些情况。哎呀，这个事儿呢，一去说完以后呢，我是挺不高兴的。这个我也向这位朋友道歉，昨天我这个脾气上这个可能是对你太不礼貌，因为这位领导这样让你给我打这个电话，他本身就不厚道。第一，我也没想着说你的事儿，还没到说你的事儿时候呢。这个而且你说的话里边语带威胁啊，不要让我什么成为北京市的市政府的所有的敌人啊，否则我回到北京寸步难行，然后小心家人的安全。你这完全是黑社会的语言了，怎么这北京就成你家的了呢？什么我说了以后我家人就寸步难行了？什么我家人的安全呢？这种维和恐吓，你觉得对文贵有用吗？而且您那些事儿还没轮到说呢。但是我今天我想了半天，我不想说这个宗教和腐败的关系，我也不想说这个展开说这个女儿和母亲在这个腐败中所受到的伤害。我未来再说，我今天就说说这个事儿吧。既然你这么说威胁了，文贵也不能这个不能不回一下子啊！我也跟您说一说，这位这个市委的领导啊，市委的领导最关键的跟他的利益当事人是现在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黄燕。很多网友啊都纷纷的多天来几个月来可以说都说，郭先生你要好好说说这个房地产怎么回事，房地产腐败。我一直没想说呢，没来得及说，这是我的长项啊，这个我能给你们很多这个正确的答案的。这个雄安新区里面的事情大家很多关心，大家想一想，雄安新区都谁参与了？雄安新区过去这1年来谁买的地最多？雄安新区的规划真的就那么绝密吗？我们老百姓不知道，为什么房产居高不下？为什么老百姓是越来越买不起房？我在这个2集以前说过，中国最大的腐败领域金融领域，然后就是股市领域，然后就是房地产领域。但是金融领域很重要的腐败都跟房地产有关，和金融市场有关。那么这个房地产和金融领域背后最赚钱纯利的，比海航直接从银行骗贷还赚钱的，因为他需要办手续，他需要把钱转出来，他未来还不准备好不能回国，也可能被红色通告。但是有一个领域是拿了你的钱，你是永远不会查到的，而且连这些纸张都不用准备。这个人物可以一笔啊，这是叫一笔挡万亿啊，一笔生万亿或者一笔生千亿，一点不为过。什么职务，什么样的身份？他比中央总书记，他比央行行长还厉害的，那就是各个省市和当地城市的管规划的规委主任。全人类上，我可以说，包括美联储的主席也没有拥有这样权利，就他还得印钞票。只有一个人，黄燕主任。黄燕是北京市委市政府唯一一个非党派人士，
我跟她渊源颇深。这位女同志啊，抱歉了，黄艳女士，我是跟你无冤无仇，抱歉了啊。这个因为说到这儿了嘛，黄艳女士啊，这个是北大毕业的，清华毕业的，经常在北京报纸出头露面。最为这个高调的时候是2004到2011啊，现在还是规委这个主任啊，他从规划处啊审核处到规委副主任到规委主任，经常高调的出现在北京的《新京报》和《北京青年报》上，都永远定有知识的叫北京美女官员。此人在规委啊所管的职务，你去想想，北京这几年几千万、1.2亿这个平方米的房子，你想想是多少的财富，全部来自一个部门的审核规委。房地产业就是两个猫腻儿，一个是金融怎么来，就贷款能不能贷到款，能不能拿到融资；第二个核心的核心就是能不能搞定规委。中国的这个土地资源和城市的土地资源，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加速的城市化，还有以地产带动综合行业的这种经济，也就地产经济，最大受益人就是规委，权力的核心就在这儿。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说中国的这个以黑反腐，以贪反贪啊，这是最体现的行业就是规委。很多网友问你拿什么例子说明，怎么以贪反贪，怎么以黑反黑了，怎么以警反腐了？那我今天最重要的说，以贪反贪，以黑反腐，就是黄燕女士、黄燕主任是个最重要的例子。我先从2006年说起。也就是说，我的盘古大观当年是2003年底、2004年初被当时的刘志华副市长，刘志华副市长也就是管北京城建的，也是管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小组的。那么当时是他直接的下属黄燕是刘志华的，我是被刘志华给收回了这个无条件、没原因直接收回。后来这大家知道了，我就到了2006年期间一直在维权在告。跟着安全部的这个马建副部长筹备的小组手下，按照中纪委当时和中央最高领导啊，还有这个当时的令计划主任的指挥下，开始了寻找这个刘志华副市长犯罪的证据。后来还有视频。那么这个时候呢，黄燕主任呢，他是副主任啊，那个时候是那个规划处长，是规划委员，权力极大。事实上啊，很多这个当时关于刘志华副市长的那段视频啊，多个小时的视频呢，包括中纪委现在的档案的存档，包括中央领导看到了那么多视频，事实上的真相没有人知道，能知道真相的只有一个人，郭文贵。我今天为啥说他跟黄燕女士有关系呢？我们最早的时候跟着刘志华副市长。他每天晚上他有一个固定的轨迹，他从市政府出来，回到了他那位女朋友，这位王女士家。我不想再提到这个名字了，我在此向这位王女士衷心的向您道歉，因为这件事情把您伤害太深了，您是无辜的这个被伤害者。虽然你是他的女朋友，但是你也是受害者。我最不想干的，没办法。那么刘志华副市长呢，每天到那儿去吃晚餐。吃完晚饭以后，基本每天都要吃晚饭，吃点高级营养品，然后呢做完爱，几乎每天都有，然后开着自己的车啊，就那个奥迪车，这个886的车，就开始了。是他的真正的住处是哪儿呢？北京清华同方大楼。清华同方大楼在21层啊，我记不太清楚了，有一层租给了当时北京市政开发公司。这个市政开发公司就垄断了北京和奥运村所有的行政基础建设，里面还有私人股权。它的楼上就是我们当时的国家总书记胡锦涛书记儿子胡海峰的楼下，叫什么做海关设备那个公司。那么它在21层，大家现在在北京朋友可以看一看，
清华东方的楼是中间那个方洞，就那个位置，上边是胡海峰的叫什么威视这个技术开发公司，下面是北京市政行政技术开发公司。在这个楼里边呢，一半是给刘志华副市长建了一个大的卧室啊。那么每天到那儿去住去啊，景观奇妙，那里边呢豪华至极。他每天开车都到了清华同方地下2层，他停下车以后，拿着钥匙，吹着口哨，有时啊不一定每天就到了1楼。1楼是什么地方呢？叫豫都夜总会。豫都啊，那当时啊那个北京可火了大了，那是每天那会儿大概几百个小姐啊。那个当时的那个夜总会的老板就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还有几位副局长，那没人敢惹的。我们就每天在那盯着，还在他的大房间里边，就刘志华副市长经常去的房间里边安装了这个摄像头，多个摄像头。刘志华副市长每周大概有1、2次啊，会在那块吸点小冰毒，然后跟无数个女孩们在那块一开始是搂搂摸摸，到后来就是群来了。这个录像是我们最早得到的。那么这是一段啊，他就喜欢的就带到楼上去，不喜欢就在下面就完了。这是我们了解的刘志华副市长的一段。以后我再说，在抓捕之前，就是6月6号双规刘志华副市长之前，在5月份我们就有录像了。但是有领导说这个地方的录像不算数，你可见这个夜总会的背景有多厉害啊，不算数。接着我们再继续找，结果我们在刘志华副市长的办公室啊，发现了个秘密。办公他有个大卧，现在的领导中午都有午睡啊，都有个大卧室。在这个卧室里发现了一个秘密，他爱睡午觉。他睡午觉啊，睡大概1个多小时啊，然后下午上班之前20分钟醒了。在这个卧室里啊，最常去的一个人物，就他睡觉以前基本上是规律性的，半小时就来个人。谁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北京市规委的黄燕女士。这位黄燕女士啊，每次去她都打扮得非常漂亮。说到这儿，我要说黄燕女士最厉害的啊，她最大的爱好是什么呢？喜欢爱马仕的包，爱马仕的丝巾，爱马仕的小饰品。在这个黄燕的某个房子里边，有上百个爱马仕的精品的包，有上千件爱马仕的饰品啊。我们的前七部也给她送过包，也给她送过丝巾啊，这个也给她送过。还有一个呢，这个黄燕女士呢，更重要的喜欢字画，好多字画啊。她那个房子里字画现在要谁给污足了，那可了值大钱了啊。第三个喜欢收藏房子，收藏好房子。那么当时啊，这个黄燕女士也算是长得不错，她自认为是美女，很会嗲。这一见领导，当时那时候刘奇书记啊，他一见刘奇书记就啪就搂住了，那就搂住了，别不然看不下去，然后就捋啊摸手啊，公开就这样。那其他的人家这个市政府的领导看不惯他这样啊。后来是他很厉害，纪委书记，哪其他几个有用的领导、政协领导，他跟谁都一说话就是，哎呀，就是那种嗲嗲的呀，哎呀，领导这晕了。然后呢，这是有人的情况下，我说没人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就在刘志华副市长看到了，在他起床的半小时前，黄燕女士都到的时候呢，基本刘志华这个先生都跟他有个时间15到19分钟期间的性行为。那么每次他去都基本都有，那这简直准确，时间基本每次在17到19分钟啊。这个知识变化，这个各方面我们当时了解都很清楚啊。这个我们如获至宝，就把这视频先交上去。结果我傻乎当时没经验呐，这个现在想想都是很无知的呀。那我能活到今天太可怕了。这个视频应该在多个人的情况下交，因为它是证据啊。我傻乎乎的先交给了其中一个办案人员，这办案人员如果说现在往回看，没把我给灭了口，那我真是侥幸了。听说他直接交给了中纪委的领导，中纪委就交给了这个令计划主任。结果你想多可怕呀！
我交完以后又是说这个视频再也不能提，马上销毁，而且问了我几天还有没有，有马上告诉我原盘必须给我，我真的都给了他了。这就说明黄燕当时在中南海那已经不是一般的人了，得到了令主任的这种保护。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啊？就在这个时候，就是昨天给我打电话的北京市前领导约我吃饭，啊，说这个听说我在跟他们一起在查刘志华的事儿，我这是秘密，还不能给您说。我那时候正危着呢，我这楼也被收了，我随时有生命危险。大家也知道，我每天身上带着自杀丸啊，这个氰化钠的这个自杀丸，每天身上带着3粒，随时准备这个死亡啊。这个他说劝我啊，就是各方面啊，你们都要小心。最后就说重点了，黄燕不是一般人，跟海里多个人都连着呢。有领导让我小心，前市委的、前北京市的一位，现在当时是时任常委的领导，让他捎话给我，不要引火烧身，不要提到谁谁谁谁谁谁，其中就谈到了黄燕。你可见黄燕之厉害啊！后来这个领导就再说回来，把那个视频不让我再提了，没了，继续再找别的视频。啊，后来大家知道，就找到了他和他女情人那个在他房间里的视频，就拿那个把这个刘志华先生给双规了。但是这个黄燕到底有多大的本事呢？我们在跟踪当中，在了解情况当中，那得到的情报是太大了。当时这个我给纪委和纪委的领导，我们都有承诺在先，就是所有的这个在这个跟刘志华副市长有腐败的，都会被双规被处理。那么同时呢，我要对这个保守秘密，而且他们不追究我的法律责任。后来来了给我借讯谈话啊，这些都法律程序的，这个纪委当时都兑现了。然后呢，我也遵守了诺言，后来把楼还给我，我也遵守诺言，提前向盘古大观在2008年奥运会8月8号以前提前建完，还并且酒店营业，还接待了3000多家的世界级的媒体，我们都遵守信用。但是后来纪委的同志就不遵守信用了。这个不遵守信用体现在其中一个就是黄燕女士，因为当时北京市6室的主任呢叫刘森，啊，抓这个刘志华的头一天，刘森一夜白了头啊。后来因为抓刘志华副市长，他也是这个得到了延期几年使用，成为了中共官场，特别是北京大家都畏惧和尊敬的人物。那么当时的监察部的部长是马文部长，他是主管，何勇副书记和吴冠中书记主抓，上边领导主要是令计划主任。那么到底黄燕是什么样的本事，能让一级级的领导都能替他说话呢？后来在这个刘志华副市长双规以后，我开始关注他，这个我才了解到黄燕女士她的先生做房地产，在北京机场周围有几个4合院式的开发项目，全是他先生。北京市的几大地产商，他们家都有股权。北京市最好地段的房子，啊，那都是他，很多地方他都拥有。他最常去的地方，北京马会、北京长安俱乐部、北京饭店和北京国际俱乐部。这个人爱喝红酒，喝的每瓶酒都是几万几十万。这个有多次啊，他和我朋友喝酒，我朋友都给我宣让，特别是我这个被抓起来的这个北京市交通管理局的局长、公安局的这个宋建国先生，跟他非常之熟。他经常请他去喝酒去，到马会啊，这个家里头他有 N 个警车 ，N 个特殊牌儿，啊，老请他喝酒，喝的都是最好的酒，10几万、20万一瓶的酒。那个时候懂得喝这酒的国内人并不多啊，而且所有送的礼物全是爱马仕的10几万、上百万，怎么也40万以上的包给大家送，而且经常就是身上直接就带着条就送房子，比如说
这个2008奥运会，这个最好的就是这个运动员村。这个运动员村呢，这个大家看到了，这个就是《人民的名义》一开始侯连平他的家，那就是我们盘古北边叫运动员村的那个房子，7层楼，啊，都有这个副城，都有花园，那是真是好房子。这个后来奥运会后啊，都被这些北京市政府拿来送礼物了。那里的房子70%都是不干净的，那么都送礼了。那黄燕手里就这个房子的号，啊，吃完以后顺手抄抄，这给你一套房子，600平米的房子给你了，啊，你交点意思点钱，几千块钱1平方米。这个黄燕就这样的本事，跟我其他朋友吃饭的时候，拿着这个崇文区啊、西城区，还有这个北京几个大地产商啊，包括我们 SOHO 啊，那 SOHO 那绝对是跟黄燕好的不行了，那简直就是，那想干啥干啥，那都有房子送给你。就北京的地产商，谁敢拍了脑门说跟黄燕没关系，给黄燕没送过礼，谁敢公开说？我这一堆证据呢，这个很多我都让我忘了，我昨天才想起来，我这东西在这个银行保险箱锁了10几年了，我还真得把它拿出来跟大家说说这事儿。这个黄燕女士手里收藏，在她先生和她控制名下，在北京有多少房呢？大概500多套，现在500多套。当时我们在跟踪这个黄燕，了解黄燕的时候，我们惊讶地发现，黄燕女士经常去的就是中南海，有时也是在中午领导午睡，大概要醒之后，要醒个半小时或40分钟。但是中南海我们没有录像啊，没有。还有去什么地方？京西宾馆。京西宾馆是国家的重要的开会的书地，在京西宾馆的1楼啊，有大家老百姓是不知道的，有着全北京最神秘的几个地方，什么卖画的商店。你想能进到京西宾馆卖画去，那不是到保险箱里边去卖画去了吗？那不是到军队那最核心了，到一个人的身体里边去卖这种核心的东西去了。那里的画谁买？老百姓进不去呀，5道岗啊，而且都是玉、翡翠、字画。那个地方还了得了吗？黄燕同志经常到那里卖画卖东西，还到京西宾馆开房。他见的肯定不是老百姓，你村长、你省委书记你也很难进京西呀，很难呐。同时呢，在1楼还有一个神秘的地方，理发店，2楼啊，理发店那都是给常委理发的。那个理发师，我曾经在盘古被收回的时候找到理发师，想给领导这个递个信儿，能不能说说话给当时的贾庆林书记，人家开价5000万，写一份报告叫领导看5000万。这个地方也是黄燕女士经常去的。而我特别惊讶的是，我们在跟踪当中发现了黄燕女士跟海外清华大学几个海外的朋友移民了美国、加拿大，他们有巨大的生意啊。这些人全在海外指挥，就给黄燕电话上就说：“哎，谁谁谁去找你，把他容积率给调一调。”我说到这儿的时候，老百姓朋友们、草根们，你们不知道房地产的核心就在这句话：容积率。容积率什么概念？就是你拿了一块地，100平方米的地，能让你盖多少倍的房子？比如说容积率就是100平方米，就让你再盖上面100平米的房子。那能盖2就200平，那就多了1倍了啊。3那就是3倍了啊。所有地产商，所有玩的游戏就在2点：增加容积率，拿到银行贷款。如果年轻孩子们你们想说做地产怎么能赚钱，那就是这2招，其他都是骗人的，都是什么房地产开发商的良心呐，什么素质啊、专业呀，那都是骗鬼的。房地产开发商所有的赚钱猫腻就来自这2面，核心是容积率。您去想想，别人买来的地，容积率是1，比如说你买了100万平方米的地，你只能盖100万平方米房子，那你只能是平摊成本以后，利润不会超过20。但是你把容积率升成了2，就变成了200万平方米。
那这100万平方米平分完以后，就不是20%的利润了，那是200%的利润，因为你这个整个成本一下子是断裂式的减低啊。那么这个里边的猫腻就大了去了，这就是黄燕女士最大的权利，一笔签下去可以让你发展成10亿，直接变成100亿，甚至1000亿。北京的，我们可以查一查北京的地产商，像这个潘石屹先生的 SOHO， 它的容积率你说查档案去，最起码变化5次以上。如果变化这个容积率，谁给了权利？国家规划法没有任何权利。所谓的规委会审核那都是骗鬼的，那是规委主任、书记说了算，谁说了算？市委领导，还有规委主任。说白了就是官员的最核心的权利，完全垄断。黄燕女士啊，她在海外的朋友，在北京过去这15年获得的财富一定不低于5000亿到8000亿。黄燕女士控制的财富绝不低于几千亿。她身上所知道的北京市到了中央的领导和北京市现任领导，特别是他的铁哥们后台，现在是中纪委的核心人物2、3个，现在的中纪委核心人物，也是当时帮我这个协调黄燕关系，帮我给找黄燕也送了爱马仕包的，也是头2天找我替黄燕提前打招呼的，现在是中纪委核心人物3个人物。说到这，我说怎么以黑反腐，以贪反贪呢？北京市应该是全国腐败最重灾区，把吕希文抓了。吕希文这个女士的故事太多了，这个吕希文女士这个也经常去押解啊，这是个二乎乎的人，胆子巨大，傻乎乎，啥都敢要，1瓶酒也拿着，恨不得100块钱的礼物他也带着，贪婪至极呀。你们看到打铁还需自身的吕希文，那完全和本人不一样，嚣张跋扈啊！这跟刘志华是好的一塌糊涂啊，但是没有他那个青海录像是没有。这个人呢，贪得无厌，也是家族式、同学式腐败，那他贪污的大了去了，打铁还需自身硬，那完全是骗人的啊！吕希文的资料我多了去了啊，多了去了，但是吕希文当时是得罪了人了。他被灭口，只是象征性的把这个得罪了人的这个傻乎乎的吕希文给灭了。他100个吕希文，1000个吕希文，也没有一个黄燕的贪婪，还有他拥有的权利和他服侍的人多。为啥这次腐败不抓黄燕呢？当时2006年就有中南海多人替他说话，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办主任、书记处书记。纪委里边的石主任，还有这个安全部的领导，你能保护黄燕？这些人要跟黄燕没有个人利益是不可能的。这个说到这儿，就说到了2006年6月6号以后，这个刘志华副市长被双规，到2007年初要北京市提拔黄燕当副主任，你看看这多可怕啊！黄燕已经是严重涉案者。这时候，北京市委市政府规委提名为这个由刘奇书记提名黄燕当规委副主任。当时的陈刚副市长是兼着他这个主任，这个副主任就是组长工作了，常务主任。当时呢，北京市说得咨询中纪委，因为这样的干部使用呢，这个得问中纪委。刘志华的案子还没完，这个我亲身经历啊，黄燕之了得呀！我在和安全部的跟中纪委共同办案的2个人在一起，啊，其中的一位女士和安全部的昨天我说那位骂娘的先生在一起，在茶馆里喝茶。这个时候接到了啊，就在这个时候啊，这都是安排好的，接到了北京市主管这个干部的领导打给他的电话。说我们刚刚跟纪委啊，现在的中纪委更就了不得了，
现在的中纪委严格讲，应该是北京市原市委领导班子下属的中纪委，基本北京市垄断了啊。咱不是说这个不搞小圈子吗？咱不是不能妄改变这个政治形态，他做到了。可是我们中纪委里面秘书帮是什么概念？大家看看每个领导的秘书都干啥呢？那火箭式般的窜升啊，而且都是北京帮啊，不是团团伙伙吗？拉帮结伙吗？而关键北京帮里面现在这些人跟黄燕的关系有几个太腐败了。我真的我是要在19大以前，我一定要对中纪委的这些班子的人，我所知道的人，我要专门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啊，新闻发布会。你们收了我的钱了，你们拿了我的东西了，你们还拿了跟黄燕一起跟家族同学搞的那些裙带式的利益群体啊，老百姓买的房子里面50%-60%的钱是你政府给收税拿走了，另外的50%-60%的30%-40%都是由于这个官商这个之间的不叫勾结，实际上就是商事官家这个小三儿嘛，就是替你代持嘛。老百姓支付超过了80%的成本是跟房地产价格没关系的，而系统的腐败，那简直是惊天的。今天大家都还是以贪反贪，还是以黑反贪。现在所有的官员都知道北京这些秘密，谁敢说话呀？咱说的是四部啊。这个四不反啊，还有这个3反，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以贪反贪的，最重要的就是以黑反贪的。这个北京市的规划系统，这个所有的这个房地产的开发，老百姓没有全知道吗？所有过去开发过的项目，难道不应该查查吗？如果现在又形成了现在纪委里边的北京帮，那不就是要保护这些人，保护未来的10年、20年吗？而且更重要的事情，除了土地招牌挂，那简直是，那土地招牌黑暗大了去了，那不是一般的黑呀。那过去那几个土地局长那是如何的黑，我们太清楚了。那都找到我们门上来，你来开发，我们帮你拿地，我们占20-30%的股权。然后这个是行规，找黄燕主任批容积率啊，1平方米3000块钱，或者你给项目30%的股权。其他下面哪个处长不发财呀？各区的规委哪个不发大财呀？北京的地产，那是中国反腐的最重要的、最需要反的地区，现在却无人能动，而且照样不但没反，不但没抓反贪，此人还建入一个新的，在18大以后所谓不收敛的、更升官的一个利益翻贪集团。哎呀，黄燕女士收藏的这几百套房子，还有她老公开发的项目，和海外她的利益集团代持人在指挥的北京正在开发和已开发的项目，和她跟这些睡过觉的领导，黄燕女士，她是真正的是小苍蝇办大事。这个《人民的名义》啊，这个节目中啊，这个电视剧上最失败的就是那个检察长吴连平，那简直是个失败极了。一开始第1集到咱们贪污处长，那叫魏处长家吧，是收了2.3亿。我当时就说，这就是黄燕的缩小版。你们要找到黄燕的家，把她的字画拿到，收藏的爱马仕包拿到，收藏的这个珠宝拿到，和她房子装修之豪华和定制的家具之精悍，你人民的名义，你就会感到羞耻啊！在这个北京奥运村里边有黄燕几套房子，大家去看看，那别墅区黄燕的房子，那4合院啊，其中一个4合院的黄燕房子，那跟皇宫一样。黄燕有10几台车在那放着，都是挂着特殊的牌。北京市领导谁不知道？纪委领导谁不知道啊？他见了哪个领导都是拽胳膊、扯袖子、摸手，然后再用屁股蹭，然后扛2下，
摸2下，然后在午睡前提前到达，进行午睡后的安慰。以黑反腐，以贪反贪，这不是文贵说说就算拉倒。这个现在咱们国家这个反贪，如果咱这个都不去反，被抓起那些秦城的那些官员，他们是真是仅仅是因为他们贪吗？是到选择性被选择性反贪，还是被灭口掌握证据，还是给人家让了位置呢？黄燕女士，她这是北京的一个具体的例子，哪个区、哪个部门没有这样的事情？反贪重灾区是什么？山西山西，还有那些什么江苏浙江、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你敢碰吗？不但没碰，这些贪官现在都到中纪委当大官去了。潘石屹的后台大家知道吧？潘石屹的公司50%股权不是他的。如果潘石屹不服，敢出来跟我说说，从你的红石地产到你这个SOHO，那事我还不知道吗？是不是？如果潘石屹敢干出来说，我们在纽约法庭上见。潘石屹，你50%都是别人的东西，你清楚的很，你怎么在SOHO赚钱的，你怎么弄的，大家都很清楚。谁是你后台很清楚，咱们的共同朋友嘛，对不对呀？你也很清楚，我是不愿意说的，是不是？这位朋友是在我关键的时候抛弃了我，背叛了我，但我没有什么恨心，理解。可是黄燕跟你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黄燕跟很多地产商们，大家都是知道的。那几个重大的4合院开发区和高档住宅开发、低密集率的开发区，什么搞的？那低密度、高容积率。什么叫低密度、高容积率啊？大家知道，这是一点不矛盾。它本来就是0.3，一开始是0.3，拿的地当然价钱少了，然后它变成了1.3，那也是低容积率啊。但1.3和0.3是差多少啊？然后卖的房子多贵呀，低容积率、低密度。事实上，他把一开始成本给你做低了，让你花了本应花的成本的1%，最后他再拿建设说50%，这个又增加了几十倍。房地产业的黑暗，对老百姓的敲诈和对老百姓这草根们的这种吸金，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前所未有。咱们真的是老百姓说的话，只有更贪，没有不贪。这个官场的这几个女同志、女官员，真是说的话，这个如果说在官场，这个女同志有文凭，再长得好，然后脸皮再厚，再不怕死，然后还有实权，天哪，这就是完美的官场的女官员的所有条件，你想要啥有啥。她只需要20分钟、半小时就征服一个官员，这个官员就永远为他服务，他能征服比他高 N 倍的官员。像黄燕女士，由于北京市中南海各项建设都要跟他打交道，他进中南海太容易了，然后人家靠着脸皮厚，再靠着自己清华这个牌子，再靠着胆儿大，再加上实权，他想征服谁都是有可能的。说到这的时候，我想给这位老领导说，你昨天对我的这种威胁，你把我工会给引炸了。你只要敢再对我说一次这样威胁的话，我就把黄燕和你的事情，我就举实证在这说出来。接下来黄燕女士的事情，我向大家承诺，在一定的时候，我会给你们看更多的证据。而且黄燕女士和某些官员的事情，有些官你们是知道的，你们是很清楚的。我希望你们尽快的处理好。所谓的处理好，
那就处理好这相当的关系。我不愿意伤及无辜，但是事情已经到现在这个地步了，文贵也没有太多的选择了。有些听着这个我说话的，你们是我的朋友，这个我没办法啊。虽然你们今天到现在没替文贵说过话，你也没害文贵，可是由于黄燕女士跟你的关系，那我们到一定的时候必须得说牵连到你，希望你有心理准备。包括了我们现在民族证券的那个党委书记岳文海，可能我推友们不知道，当年河南周口市市委市长岳文海是我1993年到现在的老朋友，曾经是河南人大的副秘书长，郑州市副秘书长，这个石发亮厅长就他介绍给我认识，后来是这个当了新政的书记，新乡副市长，后来到了周口市长，后来有挖坟啊。这个人是这个我的好朋友，现在是这个民族证券党委书记。他曾经给我在我这要走了黄永玉的画，一个5000万的画，要走了董其昌的一个3000多万的画，还有仇英的这个联合这个授图，还有徐悲鸿的那个单独的那个标马，这都价值2-3个亿吧，总共加一起，岳文海拿走。岳文海说送给了现在的政治局委员，还有现任的常委。当时说什么呢？帮我摆平我即将发生的麻烦，跟傅政华一路。他是这个很有意思，由于他老婆在美国，这个当校长教英文啊，很了不起。这个他这个是个官迷。这个岳文海当时到周口去这个挖祖坟，本来想当官的，结果后来呢，这个被任命为郑州市委副书记，在任命24小时以后给撤下，因为他是裸官，所以他哭着闹着要到我们这个民族证券来，但他不懂金融啊。我碍于老常委的面子和北京市当时市领导的面子，都是河南老乡嘛，河南老乡啊，这个面子就允许他来了，给了他个职务，就是民族证券党委书记，他负责我们联系当时的常委和北京市领导这关系。他到了北京，他就跟这个黄燕搞上了。黄燕经常跟他在我们这个盘古的某个就是岳文海住的公寓里相遇，一相遇都几个小时啊，咱没录像啊，干啥事不知道。然后黄燕呢帮他也批了很多项目，因为黄燕跟他有一个领导啊，我不想说名字了啊，这位领导我估计也被黄燕给睡了啊，也给拿下了。因为黄燕这个本事实在太大了，这位领导也竟然公开，我都看见过，就弄点手，还经常替领导糊了脸，这个镜头想起来挺搞笑的。哎呀，这个真的是这历史说的，女同志一旦要是放下身段，脸皮厚的时候，那真不敢想象。其中有一段黄燕，这个有一段刘志华在卧室的时候很不高兴。他进去以后，他说算了，今天算了。黄燕女士一把就把他裤子给退下来了，说我给你来点口活吧。结果没办法，刘副市长还是享受了。结果马上允许他签了几个字儿，给某个大地产开发商，就是批准规划修改意见书签了字。这个岳文海到了北京以后，一直扮演着一个白手套的关系，他能搞定过去的2个常委，现在还有一个常委，能搞定北京市好几个领导。他给我介绍认识了这个当时财政部的最重要的人士，后来到了统计部当了这个部长的被抓了的王宝儿，河南人，也是河南老乡。他也给我介绍了当时民航最牛的人物，就是财务处处长，后来是这个副局长周来振，也是他介绍的，还有财政部一副部长。他也给我介绍了好几个纪委的领导，说这个岳文海住在我们盘古这个公寓里面，那他每天晚上都是纪委领导，河南老乡，黄燕这样的人，这个很多地产项目都是他找黄燕给协调的。那一批容积率，我听说好几个项目，像在这个北京的其他几个区的，我不方便说，那一增加都是2-3倍，几十万上100万平方米增加。岳文海也发了财了。
现在是我们民族政院那个楼上的党委书记，啊，这个在奥运也在奥运村那个老奥运村拿到了楼。这个人是个白手套，当时他到北京以后，中纪委刚刚开始要反腐的时候啊，提出来这个要这个反腐，首先管吃管喝管生殖器的时候，这个岳文海被查，就是人民大学的一个处长，这个为这个卖指标给女学生，其中涉及到岳文海。岳文海因为在盘古酒店买了7星卡，送给了这位处长，中纪委就来查他。查他的时候呢，查来查去，结果查到我们这儿来了。结果我们要当时把当时酒店的这个岳文海买卡的汇款票据，如果交给中纪委，我们啥事没有。但是岳文海的后台常委的领导，北京市纪委领导找我们谈话，岳文海是个好同志，我们有重大任务，必须把这个票据不能给他们，我们来协调关系。这个纪委很多领导来呀，这个我们就没给专案组，最后就这个东西被岳文海和他的领导责令销毁。所有我6个我在里边关的员工都有一条罪，叫销毁这个什么隐形票据罪，就这么来的。你看看这中纪委有多黑呀！他们下文，他们当面让我们销毁了这个岳文海的腐败证据。现在这个纪委加公安权力大锅天的专案组，没罪照罪，没罪照证据，把我们的员工和我的哥哥给盖上销毁隐形票据罪，黑暗，黑到是纪委加公安不是权力大锅天，你们是黑了良心了呀，黑了良心了。就岳文海没抓，岳文海今天照样在北京戴着白手套，而且在这几个俱乐部里面啊，照样每天一车一车的现金，一车车的礼物在拉着，结果把我们这些人给抓起来了。岳文海和黄燕之间的交易，我是知道的。今天市委你们那么多人被岳文海和黄燕拿下，今天就在我上节目之前，你们还在腐败着，你们还在黑暗着。岳文海在河南郑州机场的时候，那个钱是从郑州机场打过来的，那账能销毁吗？就这你们都能把它给捏掉销毁。岳文海贪了几个亿呀，在海外买了多少房子在加州啊？你们不查呀？黄燕这个规委主任跟岳文海合作在一起，给地产商那弄的是几百个亿呀，你们这些人不查，而且让他继续腐败，你们还要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对18大以后不收手不收敛的人要严格惩罚。天哪，谎言能杀到如此！在你说这个的时候，我全身真是起劲，真是痔疮掉了一地呀。能把谎言当真理，能把谎言说到让全天下人民都相信，不但如此，还能为谎言建一个紧箍咒，建立了一个新的利益集团，把这个腐败者变成了查腐败的人，这不是最典型的以贪反贪，以黑反贪吗？岳文海拿走我的画，那都是有出处的，你们咋不查呢？黄燕女士，那把她家把她那院子查查，你咋不查呢？她先生开发的地产，那属不属于家族做生意呢？是不是连带关系呢？他的那些同学在掌握这么大地产，那算不算有关系呢？算不算腐败呢？18大以后，就是18分钟以前可能还在干这事儿呢，那算不算不收手不收敛呢？北京市不查腐败，你这个腐败运动，谁相信谁是个傻子？就查那些得罪了傅振华的人，就是我宋建国局长，就是知道了傅振华这个灭掉了这个令计划的儿子是知道真相，就把他弄起来，啊，马建副部长掌握你们的证据，你就给他抓起来，张越就因为反傅振华，你就把他抓起来，然后黄燕跟你们睡觉就给你们弄钱，你们就不抓，岳文海就因为给你们市领导常委们家族当白手套，你就不抓。岳文海的事情我已经写过这个专案组的信，专案组当时你们联络我，让我说说岳文海的事，我说了，还让我贴到中纪委的监督网站，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骗子网站就是中纪委的所谓的
这个信访网站，什么揭发网站，简直是你想想，5年前那个网站出来的时候多吓人呐！老百姓寄多少话，有人得到回复吗？黄燕的资料，岳文海资料，你们让我贴，我贴了10几次，我都留着资料呢，有人回复吗？今天的中国已经不仅仅是在大粪坑里游泳了，打群架了。现在你是要把全中国14亿老百姓扔到这个粪坑里去，要淹死，只留你们的，只留你们的，这是你们天生来的本性，共产主义、乌托邦、骗子主义、瞎话主义的本质。僵尸啊，整个社会僵尸。这个当初我见到一个高僧，啊，30年前，我说你让我信佛，你说这个因缘轮回，怎么叫空啊？怎么叫因缘呢？他说好，我给你举个例子，毛屎坑里的蛆，你看着很痛苦，放在这一杯清水里面，一会儿他就死了。哎，他这就是因缘，他的前世就是作孽的时候，必须在毛屎坑当蛆。他说这就是因缘。我说共产主义还现在的官员就是因缘，你就是毛屎坑里的蛆，你要清官你活不了，你天生就是毛屎坑里的蛆。你说你是清廉，你是为人民服务，那都是骗人的。所以说这个故事让我相信佛教讲的是哲学和道理。什么叫因缘？你是怎么来的？你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怎么可能为人民服务？你只为黄燕女士和你们这些贪官污吏、盗国贼们服务，怎么可能为人民服务？你这本质就是骗子、瞎话主义啊！今天还为人民服务，可能吗？不接受监督，不接受这个司法独立，那不就是保留了一切灭人民、灭证据、想黑箱作业的一切条件吗？所以呀，昨天到今天发生了这些事情，我收到了那么多资料，我还是要说，让我感动的同时，我真的是看到了很多铁的证据。伊租宝、贩养，我收到了几个铁的证据。我还要继续说，我一定要为这些真正的这些受冤屈、受害的百姓说话。我不图利益，不图名，不图权，我真心真意的希望这些老百姓们能得到事情的真相，能得到个基本的公平的一个答案。我昨天看到这个易租宝的，其中涉及到一个人的时候，也跟我的岳文海有关系。岳文海就是帮助这个易租宝的人摆平黑手套，做回白手套。他和安全部的很多人都是河南老乡啊，河南老乡啊。这个岳文海常常挂在嘴边一句话啊，该吃该喝，啥事不往心里搁啊。还有一句话，当官不贪，咱当啥官啊？当官不危险，咱靠啥吃饭呢？当官没有兄弟，那咋这叫官场啊？啊，这经常说，他是一个我见过中国官场最专业的白手套。然后到北京说，黄燕啊，我黄燕现在我搞定了，你随便你给我找人批规划批东西找我，因为岳文海的领导直接管黄燕，直接管黄燕。哎呀，我看到了易租宝这个传的证据，我一吓我一大跳，因为这个东西是岳文海帮助摆平的之一。因为易租宝的总部在盘古，岳文海为他干了很多事儿，这回你们这个证据管用了，我将捋着这个线索，把易租宝的钱去向能找很多，其中一部分钱就在纽约啊，我很有信心。今天易租宝的朋友，你们可以高兴一下啊，但不要就高兴几分钟就可以了，咱还得扎扎实实找到钱去哪儿了，实际的股东是谁，谁把钱汇出来的，这是关键之关键。贩养的更是要，就是钱去哪儿了，钱在哪儿，拿出铁的证据啊，这个有意思了，这个这两天已经进入角色了。说到这儿呢，我说对这个以贪反贪，以黑反贪，我刚才举了这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的具体细节啊，资料还很多啊，我就不再详细说了。这个未来咱都在新闻发布会，全球新闻发布会上，我们要好好的说这些事儿啊，大家都记住，我说的话我承担法律责任，我说的话
我愿意和所有的当事人在中国的法庭，我可以委托人去啊，我不回去可以委托人去打官司，我也可以在美国或在任何地方接受你们诉讼，或者说我邀请你们涉及到的像黄燕呐这个潘石屹呀还有这个岳文海呀，咱也上明镜直拍火拍节目，上 VOA 上节目上，咱大家可以辩一辩，说一说。这个我满足了这么多天朋友让我谈谈房地产的看法这个基本的要求，我满足了。这2天网友们说要举例子，什么是以贪反贪，以黑反贪，举例说明，我也满足了。第3个，这位给我说情的老领导，这个我也把你的念想给断了这个我没提你名字，我也就够意思了。如果提你名字，我估计24小时你就应该，你家门口都有人去抗议了。现在我也相信黄燕的家和黄燕那个房子，黄燕已经让人赶快去收拾去了，把钱他爱收藏欧元英镑，这个黄燕不收藏美金的，就爱收藏欧元和英镑，还要芯片，还要这个都排着号了他喜欢，他特别喜欢这个他们家一收呢就不是2亿多人民币了，估计几十亿甚至几亿的英镑、欧元大额的1张500嘛，那就大了去了我估计现在都开始赶快销赃去了这些钱别让老鼠给咬了。我也满足了这个网友们这个提出来的，就是说泛亚和易租宝这些证据这个一些说法。昨天我的这个黑客们对我的网站又多次攻击，推特又删除了很多。那么很多网友都说，我被你屏蔽了。这个今天那个叫赵阳的朋友，我真的捯饬了10几分钟才把你恢复了。就是千万记住，不是文贵屏蔽了你们，他们现在每天大概屏蔽掉大概7000到8000所有新网友的关注，千万不要误会，文贵要屏蔽了，我现在会给你发信息了。这个剩下都不是文贵的这个被文贵屏蔽的。如果你收到被屏蔽了，赶快想办法找共同的推友私信给我，我好给您恢复，好不好？然后从今天到明天后天，我可能就少看点私信了，我真的看不过来了。如果没收到我回复的，请大家原谅。那么今天呢，我简单的这个直播文贵报评就说到这儿，这个说的不完整的，请大家这个原谅。黄燕女士、岳文海先生以及潘石屹先生，文贵现在是要主持公道，反对以贪反贪，以黑反贪，以警反贪，以警反腐以警治国，以警反腐。那么这是没办法的，牵扯到你们了，我跟你们也无冤无仇。那么我也只能是说抱歉了这个在此表示再衷心的希望你们能为国家做点有良心的事儿，把你们的赃物赃钱主动交给纪委去，要不然的话可能是真的是你未来被抓了，良心也不安，老百姓太苦了。一个300低保都不能有的一个母亲，把自己的孩子都杀了，你们要那么多钱干嘛你也花不了。你为谁去花去？黄燕女士，你准备那几本护照，你跑不出来，你跑出来得把你弄回去。行了，我今天就到这为止，希望推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那位铁蛋刚生的 baby 婴儿，你们夫妻2个记住，这跟他郭大大有关系了，随时告诉我孩子的成长。有需要文贵的，我非常愿意。谢谢你们，谢谢大家。